查的部分呢，大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个概念，大概知道说，就是身为一个就是严谨的那个生态学者，在外面野外做调查，大概是在想什么，然后可能会考量些什么东西哦。好，那下面的部分呢就比较生活化，也不是生活化，就是其实也没有很生活化，就是也是一个严肃的部分哦。就是后面部分的话，就是可能我们今天下午就是大家可以真的就是看到那些东西，然后大家可以练习，然后把今天早上就是等一下会很迅速的练很多的植物特征哦，大家就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可以做验证的。那我们后面这个部分就要来看怎么样做一些植物辨识的技巧哦。那在这之前呢，因为我们下午还是会让大家稍微那个就是牛刀小试一下，就是稍微练习玩一下做调查，就大家可以知道说做调查其实有时候还蛮痛苦的哈，就是你会就是所以好不多说，就是大家下午试试看就知道。那我因为下午我们要做调查，所以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台北市的生物性调查的做法大概是什么样子。那在生物性调查，这是生物指标的这个调查部分呢，植物的部分呢，我们的重点在于，我们会希望监测外来种，还有知道我们本土种的变化的状况，所以这两个数量统计是一定会做的，所以认种类是必须的。好，那我们刚才您有大概看到，我们取样会在不同的地方做取样。好，那唯独台北市的这个公园绿地的部分，我们不会去做定量的调查，我们只会做定线调查，就是做植物密度的记录。那其他的地方呢，我们都要做定量的调查。所以我们今天呢，下午出去就会让大家试试看所谓的定量调查。那定量调查会在一个地方待一下时间啊。那通常用的工具会有这些哈。那今天的话呢，我其实今天没有让你们去做指南针或是地图上面，因为我已经帮你们找好一个地方，然后很近，就在那个富阳公园、福州山顶上、福州山公园的上面。那我们会被指定在一个地方做调查。那所以这个两个部分今天就用不上。那卫星定位系统我们也就今天就不做，因为我们今天是玩假的啦，所以就大家就玩玩看就是。那我今天会给你们皮尺跟那个，可能有几组会给你们 DPH 值，因为我们实验室现在 DPH 值那个年久失修，我找不到太多，所以你们今天只有2组会用到 DPH 值，然后其他的组会用皮尺，就是小的皮尺哦。所以你们知道，你们拿到皮尺，你们量到的不是 DPH 哦，是直径，是周长。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回去换算，我今天其实不会让你们做计算啊，你们就是记一记这样子就好了。然后那个 DPH 量到的是直径，但是那个一般的皮尺量到的是周长，所以那个回去要算成直径是必须要再做另外的换算哦。然后我会给你们一条很长的皮尺，就是这个皮尺，让你们可以拉样区。那我们今天下午预定就是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个10公尺长的样，就是10乘以5公尺乘以10公尺长的一个小小的样区。那我是希望你们可以在30分钟到40分钟把它做完。那我们就要下山，就是大家玩一玩。那我们当然木本要做，草本也要做。那边的种类其实10公尺其实种类不多啦，所以应该还好。那尺就是用来让你们拉一条10公尺长的基准线。那在这条基准线的两侧就是2.5公尺的范围中，就把所有的木本跟草本都做一个种类的记录跟它的覆盖度，草本做覆盖度，然后树就是做胸高直径的测量。那记录纸呢，就是所以今天下午出去的时候，记得把你们的手册带着，我们后面有2张记录纸，你们就会用那个记录纸来稍微做记录。那我会给你们一个粉笔，那笔请你们自己自备，就自己带，就是至少要，就是有一些人要笔，就这样笔。那相机的话就是看大家。那我们就会出去做。那做的方式就是我们会沿着步道拉一条长的尺，就这样丢着，然后就拉一条长长的尺。那大家我们
我会给你们一个1公尺长的基准杆，就是上次做草地的那个上面有小刻度的基准杆。那你们可以用1.5公尺稍微比划一下，大概2.5公尺有多长。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当中，就是拉一个10公尺范围来做，两侧树也要做，草也要做。好，那下午进行的时候呢，我是希望你们就是我们下午会再讲一次，就是我们下午出去的时候会分成4个组，在认植物的时候，我们会先认植物，然后再走到山里之后再做调查，然后会先分成4个组。那每一个组里头呢，在进行做调查的时候，会在4个组，每一个组再拆成2个组，所以每个组里面大概会有可能5个人或4个人，然后2个人先做木本调查，2个人先做草本调查，然后调查差不多，你调查完之后你就做交换，就是这样，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区域的草本木本每一个人都练习做看，然后练习看看列区跟铺测覆盖度。那还有一些确认种类，那我们都会在附近。那如果你们碰到不认识的种类，就是不要每次一碰到不会就大叫助教或者是老师，这样我们一直疲于奔命，所以请累积个2、3种之后再教我们，然后我们就一次看一看，就记得。所以就是你们就可以就是练习一下这样子，然后你们有兴趣可以拍照。其实我昨天有上去了。昨天因为不知道台风过后会怎样，所以就跑去看了一下。然后它其实还有蛮多可爱的小动物都有跑出来。所以你们在做调查的时候要稍微自己就是稍微看一下，再走下一步。那因为我们从路边这样切进来，其实会稍微有点进到林子。那林子里头的变化状况会比较复杂。它有一些动物就是可怕的动物，毒蛇猛兽有可能躲藏在里头。那我昨天有看到新竹狮，所以今天就有点害怕。就是大家如果要跨进去比较密的地方，要自己稍微上下地上稍微看一下，这是特别先在这边提醒一下。那就可以。那有一些可爱的东西你们也可以拍照。好，那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今天下午就会让大家稍微练习一下做调查。然后做完之后，就请你们就跟你们的助教啊，跟报告一下，我们会集合，然后在一起下山这样。我们会在原地就是原地集合，原地解散，就在下山。好，那这个就到时候会再解说。好，记录纸，记录纸你们的那个手册上面都已经有了。那原则上，今天你们就可以稍微记一下。然后，因为我们今天不会准备 GPS，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了。那主要是这个后面的部分。那这边的话，其实记录很简单，就是一个是物种。那记录的话，就是如果以木本来讲，一个格子就是写一棵树，我不要把它塞在一起。就如果我看到说，苦楝，第2棵又是苦楝，就是不断的重复苦楝，这样了解吗？然后它那一棵树里头，它所有的地区都写在这个栏位里头。那你可以用斜线或是用逗号把它分隔清楚，让旁边人可以看清楚，就是通通记在里头。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那棵树会有几个分支啊，所以每个分支只要是大于1公分以上，我们都要登记。所以通常我们就会直接留一个很大的空格，让大家可以自己填，所以就不会分很多细格。你就是用逗号或者斜线把它分隔好。我是比较建议逗号啦，因为斜线有时候我会以为是1，就有点麻烦。就这样，就这样记。那一棵树就是记1个。那草本的部分，通常我的做法当然上面的一些记录啊、日期，就是我们要做覆盖度。那通常我的做法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要调查是一个5乘以10公尺的范围，那我不会看到一棵树我就开始估它的覆盖度，因为我要估的覆盖度是它在这个5乘以10公尺的范围内的覆盖度，所以我会先把怎么样去走完一趟，就是说从这个我可能就决定走一个可能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那我就开始走，那我就看到我看到芒萁，我就跟记录说把芒萁记起来为公国属，
小毛蕨，我就这样把所有我看到的物种都记起来。那等我逛完这个整个5公尺乘以10公尺的这个样区之后呢，我就再凭我的印象来估算每一个物种的数量。因为我可能有时候在这里看到公果树，在那里又看到公果树，那我如果就我这里看到的估，我可能它就不是没有那么不是整个范围的嘛，我就这样了解。所以我通常我的习惯都是先怎么样去走完一片，然后把所有的物种都记录起来之后，我再请那个记录附送一次我刚刚记的物种，然后我再给他一个值。我通常的草本调查都是这样。那我会给你们一支那个1公尺的，就是长1公尺长的那个一个我们做的标准尺吧。我记得我们上次可能还有印象，就是那个白色的小杆子，那你们也可以用来估，就是用那个东西来大概量说，这一坨草到底有多大的面积，然后大概估算一下。好，那这个是一个草地调查的一个记录的方式。好，那调查的部分就复习到这边，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要来讲一些关于植物学的内容。那因为我们的重点还是在认植物嘛，所以在这边就是把所有植物调查的范围的东西都写在这里。那当然，这个红色的这个先拍，其实我们很少做啦，因为一来是不会认，就是没有办法做。就是我们台湾其实到现在，这个会认宣态的学者还是一只手指头，一只手就可以数得完的，非常很难去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是忽略。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出去做调查的，从这个维管束植物以下，通通都要看，包含蕨类，包含种子植物，包含被子植物，就是所有的植物通通都要看，包含这样子的东西。好，那我们今天也会讲到一些蕨类，然后我后面也会讲到蕨类，然后裸子植物，以富养公园来讲的话，好像没有，但是不是真的台湾就没有，就是台湾的裸子植物主要在高山。那这个我今天看不到裸子植物，所以我今天没有介绍裸子植物，但是我们介绍被子植物。好，那大概植物的类群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一些。那在这边的话，就是先给大家，就是我们都知道植物有种、属、科、门这些不同的分类阶层。那当然，这些分类阶层所代表的意义呢，就是当你是同一个种同一个属的时候，它可能是比较相近的，但是科与科之间可能差距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会有这样子一个分类的阶层。那这是一个就于整个多样性的概念上面，刚刚有讲过科属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学习认植物当中呢，科有科的特征，属有属的特征，然后种有种它自己个别的特征。那属跟属同一个属里头，它因为它会有一些特征，所以这样子的不同的分类群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物种的一个工具。那我等一下呢，在介绍植物的时候，我会以科或者是属它的共同的特征来，就是告诉你们，那你们就可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特征呢，去辨识这个植物的这个种类。那好像我们上次上的三梯的基础班，有一次因为下雨，所以我带了很多书来。如果大家那一梯的可能都有印象，就是我们台湾有一套书叫做《台湾植物志》，不晓得后面有没有？这个还没有。台湾植物志，那植物志里头呢，如果你要查植物的时候呢，它的分类呢是从科开始，所以其实在认植物当中呢，学会认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真的要很会认植物，必须一定要会认科的特征。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开始。如果真的想要好好认植物的话，就是一个一个种，你会认之后的，慢慢去把你的种的特征归结成科。那以后你碰到不会认识的植物，才有办法知道它是什么科，然后从书上去查到它的属或是它的种。好，那
个是一个分类阶层的概念。那在我们现在做调查中，其实我们在台湾其实还蛮幸运，我们几乎每个植物都有它的中文的属名那当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那这个属名呢，其实就是像樟树啊，或者是英文它的英文名字 camphor 这样。但是这个属名其实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所以不是很好沟通。然后它也没有一致性，所以有一个东西叫做学名。所以我们在植物上面，这是科啦就会有一个叫学名的东西。那这个是樟树的学名。那以我们现在国际上面学术上面使用的话，就是要认定同一个种话，你必须用学名来沟通，大家才能确定说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同一个东西。那这个是樟树，那学名的话就会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前面这个是它的属。那如果你看到前面属是一样的名称的话，就知道说它是同一属的，它一定有共同的特征。然后后面这个是种小名那它的学名就会通常就是所谓的二名法，就有2种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子。那后面呢，正式的学名呢，还会有命名者，像这个是 L， 这个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奈的缩写，因为它厉害了，就是只有 L 就可以代表什么。那他当初把这个种提出来的时候，发表在什么样的期刊跟刊物上面？那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其实在分类的研究当中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人提出了一模一样的属名跟种名，这是有的，而且还很多例子。所以如果我们不写命名者是谁，有时候在处理分类问题的时候，就会搞不清楚在讲是谁，所以就会有这样子很长的一个学名的状态。就是这样其实才真正的是一个学名的完整的状态。我在分类研究上才会用到了。那一般来讲，其实这样就够了。那这样跟你讲什么叫学名的原因目的，就是也是希望说，如果万一你今天碰到一个外来的东西，它没有中文的名字，或者是说我今天中文的名字我搞不清楚这个中文的名字三角鳖到底是哪一个三角鳖，你就可以看学名，你才知道确定是哪一个种。那这个学名以后在你们在翻阅书籍或者在你在网络上查资料的时候，它才是一个最后真正的一个依据啦。所以你们大概有这个概念。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后来樟树的学名的属变了，变成这个就是 cinnamon， 其实就是那个肉桂的那个英文的拉丁化，所以有点不太一样。那因为它的学名被改变之后呢，它后面的命名者就有了变化，就可以看到说，原本的命名者呢是林奈，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人，这个 J. Priesel 这个人把他换到这个书里头，所以他的名字就跟在学名的后面。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去看学名，你们如果看到这样子的原因，就知道说，其实这个物种有人研究过，然后他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发表在另外一个期刊上面。这就是为什么学名后面有这么大串字的原因。所以其实从学名的上面，如果一个分类学者，他就会知道说这个植物的研究的历史，这还蛮有趣的。好，那学名就介绍到这里了。那我们就要开始来讲一些植物的形态上面那一样在这边提醒所有的植物的形态上面都可以用来做植物的鉴定。那跟经验花果实都有。那这个是樟树的花，那花其实很不起眼了，白色、绿色的瓣。然后雄蕊，可是雄蕊很多，而且雄蕊通常有3轮，就是会有三轮大概一轮有3个，有3轮的雄蕊。那这个是它的果实，这是樟树的果实，那你都可以用来做辨识的特征。好，那后面的话就是我今天等一下会讲到的所有的介绍的分类群的部分。那有时候我会用植物的花来讲它的特征，有时候会用叶子来讲。那我今天因为等一下你们今天要出去外面认，那植物的花其实是分类阶层建立的重点，尤其是花。那可是因为花不是全部的所有的世界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今天后面讲的很多的特征都会是叶子的特征。那是因为大家要认植物。那
子的特征其实不会主要是科的，就是科与科之间的特征啊。那它有可能是属跟属之间的特征，但是它不会主要是科与科之间的特征。几乎所有科与科的特征都是用花来的。所以如果你们到时候后来要认科的时候，就要开始认花。所以从现在开始，就是从这句话，就是如果你在野外有看到植物的花，请你们多看它几眼，然后把它拍个照。也许你现在不是很了解它，但是有一天当你要看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非常有用，这是额外提醒一下哈。那就我们就先从开始。那植物的话，我们要认识的话，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大的区分方法哈。我们可以先从像这一类，像草的这一类，它是一大类，你就可以先把它放到一个系统里头。那另外的话，它是木本的这一类，你也可以把它放到一类。那另外还有像这种藤本的，这个其实是藤本哦，也可以放到一类。所以形态就是样子上面、形态上面、生活形上面就可以先归类。好，那我后面也会。科里头如果有些是草木或草本，也会稍微做一些区别。那你们也要记得，就是当你踩到一段枝条，你也可以先问一下别人说：“哎，这个东西是草本还是木本的？就是草还是木树？”好，那这样子其实就可以排除掉很多物种。好，那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来看的是这个大戟科哦。那大戟科的话。在台北市近郊森林中是非常常见。那大戟科，我要现在要讲的这一类的话，就是大戟科的大树、乔木这一类，然后它的叶子都是很大的那个类群。譬如说像雪桐、白毫子跟野桐。哦，那今天我们会看到雪桐。哦，那大戟科呢，它的共同的特征呢，乔木的这一类，很多它的叶子都非常的大。然后也常常都会有乳汁，然后叶子上面会常常有线点。那所谓的线点，就是在这个叶子的这一片叶子，这个是野桐，它的叶子这个基部这里呢，常常都会有2个点。那有时候呢，就还蛮多虫会在它花序里头，或者是在它的这个叶子上面，它会看到这样的现象。那大戟科这一类的，比如像什么桐的这一类的，它的生长速度都还蛮快的。那树干的质地也都非常，就其实还蛮软的，蛮脆弱的。那我们今天上去的时候，就可以印证这个状态。因为前天刮台风，很多白毫子就折断了，就可以看到。那常见的这几个叶子大大的大戟科呢的这3种呢，很好分。第一个雪桐呢，因为它的叶子是盾状的，所谓的盾状叶，好像我会看到图片哈。所谓盾状叶就是它的叶子的叶柄呢，不是长在叶子的边缘上，一般叶子都长在叶子边缘，它是长在叶子的下方中间，对，就像盾一样，这是盾状叶，所以非常好分。而且它的叶子也特别大，也比较圆。那白毫子的话，就是这就叫白毫子，你看它风吹起来，后面叶背是白的。然后这个白毫，可是当然你们有时候我们做调查的时候会有点有趣，因为我们在树下面，然后抬头看，其实很难看到叶子是白的。所以你们今天出去的时候，就是可以稍微体会一下，你们在树下，然后这样抬起来看，你怎么样才知道上面那叶子的叶背是白的？那个还是透光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我没有办法用文字描述它，我只能说就自己感觉一下。所以那这2个，只要能看到确定它的叶背是白的，就知道它是白毫子。如果不能确定的话，你就会以为它是野桐。那野桐的话，就是它的叶背就不白，但它们2个叶子的形状都很像，就是都有点像一件衣服，然后衣服的袖子会剪得尖尖的，然后下摆会剪得尖尖的，就是一个三角形的样子，好像没有放叶子。好，就是我来画一下，好像应该不像白毫子，其实非常非常长。它的叶子，它的叶柄这样子，然后它的叶子的形状就是这样，这里就这样尖尖的。
它就是这个形状，这是野桐跟白袍子的叶子的形状那个样子。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跟大家用图示来表示一下这个叶子。我们刚才讲到血桐是盾状的叶哦，就是一个盾形的叶子。然后从它的叶柄一般都是从叶子的边缘这样长出来，可是盾状叶的话是长在中间这样出来，然后会有一个放射状的脉，通常都是这样。好，那额外在这边提一下，就是叶子的形状其实有很多种哦。那这一排的叶子在讲的是叶子基部的形状，就是叶基哦，就是所谓的叶子基部，就是叶柄生长的地方这后半这一段叫做叶基。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好像还蛮正常，就是两边对称哦。然后这个稍微圆一点，然后这个稍微尖一点，所以这个叫做渐尖型的叶子。然后这个就是锐尖型的，然后这个是叶子两半边对称，所以它是 Y 基这样。然后这个是叶子的基部呢，叶柄几乎不见，然后叶子几乎会环抱在这个茎上面，就会有一个环抱的状态，就是抱茎。然后这个是整个穿茎，对，还愈合起来，这样子一个形态。所以就叶子的基部其实就是有各式各样。那我在你们的讲义的后面呢，有放很多的，就是这种小的图片。那它都是认植物的一个形态上的一些参考。那你们也可以，就是在看书的时候，他们就是书上也会常用这种字眼来描述，那你就可以来对一下这个图片，到底它事实上讲的是什么样子。那一方面也提供给你们在做植物观察的时候，你们可以就是可以参考，有这样子不同的分的方法。好，那血桐就是盾状叶，那一般也就是这个长在边缘的叶子。好，那刚刚讲到的3个就是算是应该说自己会长的啦，就是台湾原生的，然后在野外当中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这种被开发过、勘帮过或者是被开发过的森林所长出来的一些野桐啊、血桐啊跟白袍子。然后现在这2个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然后5月的时候，大家都会跑去看这个桐花的这个所谓的油桐。那其实台湾的油桐其实会有2种哦，那一种叫做广东油桐，就是我们赏的那个5月雪的那一个种类，就是广东油桐。那它的话呢，它其实最好分的是它的果实，因为果实是皱皱的，所以它叫做皱，它又叫皱桐。那叶子呢，通常都是也是就是会分成3粒，但是它的裂的很明显，它的形状是大概是这样，它是会裂到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广东油桐的叶，它常常都是裂，但是也会有心形圆形的叶子。那可是油桐呢，就是另外一种油桐。它的果实是光滑的，那它大部分的叶子比较没有那么多那个裂的那样子，它是比较多是心形的。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比较稳定的特征，就是它的这个叶子的基部这里也会有线边，就是大戟科很奇怪，就是这边都会有线边，基部这边都会有所有线边。可是这个广东油桐的线点呢，它像一个高脚鱼。它是会凸起来的，可是那个油桐呢，它是扁扁的，就是2点在那里，就是2个点状。这个是油桐。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但是如果你们哪一天又去福州山公园逛的时候，别的地方有，所以可能会看得到它。那它们的花其实也不太一样。其实我个人觉得油桐的花比广东油桐的花好看，比较细致啊。这个有时候觉得脏脏的，然后歪歪的。然后它其实有很多的花呢，雄蕊或者是雌蕊会不正常，就是它会有杂性花。那等一下我们会，好像没有机会讲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花。然后这个大部分都是双性花，就是我们看标准的雄蕊跟雌蕊。这个油桐它花比较正常一点。那这个是也是大戟科，然后叶子大大的油桐跟光桐的差别，2个油桐的差别。好，那我们接下来再
鱼科哦。那鱼科的话呢，楼下就有一棵，就是这个所谓的沙珀，就是珀树。一般讲珀树就是沙珀。然后另外一个在野外很常看到的这个三黄麻，它们两个都是鱼科的植物。那它们两个共同的特征呢，就是它们的叶子从中二这样分起来，两半边是不对称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切下来，这边比较小片，这边比较大片，就是两边都是不对称的。三黄麻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其实也还是有一点哦。那它们两个的差别呢？这个叶子看起来其实就是比较稍微亮一点，但是它也是有毛啦。但是这个叶子就是颜色比较不那么绿，比较淡，然后上面都是就是毛很多，就是好像就是长满了一层等长密密的毛，这个是比较毛。那它的毛也有，但是它比较稀疏，就比较没那么多。那另外一个话，三黄麻的这个叶子的基部呢是心形的。那如果还记得刚刚那个叶基的形状的时候，它是比较像是这样子的。那另外的就是珀树呢是比较尖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圆，不是像心形那样。好，那大致上是叶子的叶形是这样。那另外的话呢，珀树呢看树形，它就是常常长得歪七扭八的，就是像我们楼下那一棵斜斜的，它歪七扭八的，然后树形就会常常扭曲，然后枝条比较稍微下垂。那三黄麻的树通常它生长非常快速，因为它常常都非常直的，就像直挺挺的上去，然后一层一层的，就看像这个枝条一样，它其实每个枝条都非常的平整。那这是三黄麻。那这个我们今天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大戟科的大叶子的树跟三黄麻，其实它们都是就是这种破坏环境中的一个树种，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荒地的树种，或者是我们叫做次生林的树种。那接下来这个三棵榕树，三棵榕树就是一个热带的树种的代表。那它一年四季都在结它的榕果，就还蛮容易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它的果实一年四季都看得到。那三棵榕树的特征呢，主要就是这个果实，所以我们就称作无花果，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概念，就是它是没有那个。就是你没有看到它有花瓣的花长在外面的，它就是从它开始开花就是这样一颗，那花呢都在里头，就是小小都是它的花，所以叫隐头，或叫隐头花序，或叫无花果。那果实成熟的时候也是长在里面，所以你看不到它的花。那这是它三棵榕树它的整个这个属的最大的特征，就是这个。那另外它的叶子的特征就是它是叶子。它大部分的叶子都是互生的，除了一个种，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种叫对叶榕，是在南部才有，就是兰屿跟恒春半岛才会有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一个看到它。那它几乎所有的叶子大家都是互生，那所谓的互生大家要有概念，就是一个节子长一片叶子，那就这样互生的。那它有5枝，而且呢有这个环状的芽鳞痕，或者叫脱叶痕。那芽鳞痕，有人不好意思，因为之前可能有一组有听过，有一些人有听过。那芽鳞的话，就是上面这个嫩芽的前端呢，会有一个保护的构造，它其实也是叶子的特化。那当它脱落的时候呢，就会在这个枝条上面留下不同的痕迹。那今天出去的时候就可以特别看一下，就是每个植物都会有幼芽，几乎啦，除非环境非常好的热带，它芽水长就是随便生长出来就可以直接长大，它不需要保护的构造，那不怕被吃，而且环境也不会干燥，它才会没有芽鳞。那几乎所有的植物的芽都会有这个样子的一片叶状体的保护构造。那当它叶子要生长出来生长的时候，它这个芽就要脱落，那脱落的时候就会留下不同的痕迹。那每个植物都不一样。那这个植物的
这种3颗榕属的植物叫什么什么榕的这一类的植物，它会留下一个环状、完全环状的痕迹，从这边这样一边一直延伸过去。那好像约略可以看得到，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做环状的哑铃痕。那不是每个植物都是有环状的哑铃痕，然后这个是台湾可以看到环状哑铃痕的一个。那另外一个叫做木兰科植物，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因为它是银头果，它有乳汁，有环状哑铃痕，就知道它是3颗榕属。那3颗榕属呢，就很多了哦。台湾是一个有点热的环境，是亚热带，所以我们有很多3颗榕属的植物。那我这边就列了一堆常见的3颗榕属的植物。那我们今天的下午呢，会看到非常多的导榕，就是导榕。然后这个片就叶子就是导榕的叶子，然后导榕的叶子呢很大，它其实是其他就是比较长啦，也不能说很大，就是说它是特别的长然后有很明显的尾尖。那它另外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叶子的两半边呢是不对称，从中肋出来，这边一边大一边小，所以它也是一个叶外基的树种。所以你只要看到有环状的哑铃痕，有乳汁，确定它是3颗榕属，然后又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叶子歪基的叶子，就知道它是导榕。那我要再讲一次，我要再讲一次无聊的话，就是要怎么样记住它是导榕呢？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反的这样子的一片就是台湾的西半边嘛，不是比较大的，然后东半边不是比较窄嘛，所以它事实上就是有点像台湾的岛，对不对？这样可以吗？你就记得它是像台湾岛，所以它是导榕，这样可以吗？就为了只是让大家记住导榕这个字好，那这个是长的，就是导榕，叶子很长。好，那再过来就是菲律宾榕。那菲律宾榕呢，只要一摸到就会知道它是菲律宾榕。这一片就是菲律宾榕的叶子。那为什么说它摸到？因为它摸起来就像砂纸一样，非常非常粗糙。那我们今天也会看得到这个菲律宾榕。那菲律宾榕一般正常的叶子就是应该说成株的叶子就是还蛮漂亮的，就是蛮完整。其实你看它有时候也会有点外基，但是因为它的叶子非常粗糙，而且它的叶子不会像导榕这么大，然后没有导榕这么厚，它是直的，而且它是叶子像沙子一样。那这是菲律宾榕。那菲律宾榕小时候的叶子会变，我们今天应该会看得到，就会变成有锯齿会裂进去，就会像桑树一样。那长大之后的叶子就会这样子。好，这是菲律宾榕。好，那先来讲珍珠莲。珍珠莲是这里头的植物当中呢，我们今天下午出去也会看到的。珍珠莲就是这个，它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它这是后面是一个树干嘛，然后所以它是长在树干上面，所以这种是树吗？那它这样子，对，它是藤本，没错，它就是我在这里写，它是这里头唯一就是我列的中一个藤本的树。然后它的叶子呢，它其实长法跟霹雳很像，大家知道霹雳吗？但是它的叶子的形状跟霹雳完全不一样它是不是心形，不是圆的，它是比较长的披针型叶子，而且这边有尾尖，还有蛮明显的尾尖然后是藤本，所以它常常都贴在树皮上面，或者是石头上头。那这个叫做这种的。然后它的叶子其实看起来有一点点粗糙但是没有像这个不到像沙子那个程度，它皱皱的这样。那这个是珍珠莲，就是这种叶形就是叶子比较长的，然后有尾尖的这种叶子，然后是藤本的，就是珍珠莲。这个是台北市也非常容易看到。好，那后面现在这有2个，就分别是我们现在剩下的图片的这个物种一个叫水桐木，一个叫林果榕。那这2个呢，都是台北市的，就是低海拔山区溪沟边很常看到的物种，尤其是水桐木。那我们今天也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水桐木。那你可以听到它的名字叫水桐木，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一副就是告诉你说，我就是长在水旁边就对了，长在水沟边那它还有别的名字啦，叫做珠母榆啦。
李罗莲就是也有人这样叫它。那我比较喜欢水桐木啦。那水桐木的叶子呢，跟林果榕的叶子都非常的大，都是很大型的叶子。我刚才我有写，大概都快到20毫分，很大一片叶子。好，那也都是椭圆形的叶子。那水桐木跟林果榕，你看它的名字，这个名字有林果榕，就知道说其实它的果实是不一样的。这一颗就是林果榕的果实，你看它的果实上面呢是有凹凸不平的，所以它的果实就是因为它的果实的外表上面有一棱一棱的凸起来的那个鳞线，所以叫林果榕。那水桐木就是一颗圆圆光滑的果实，就是不一样，这是它的差别。那叶子上面的话，这个是水桐木的叶子，这是林果榕的叶子，你们觉得有什么差别？看起来一样吗？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脉怎么个不一样？有吗？还没有，还有脉不一样。对了，但是刺刺，我觉得这个好像有多一点斑点。对了，有一个刺刺的是这个叶子上面的毛比较明显一点，所以稍微比较有点刺，这是一个摸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然后这个是比较光滑的，这个好，那它的主要的一个特征，我可能这个相片没有拍得很好，不过这一片很标准。林果榕的叶脉非常的白，这个呢比较没有那么白，这是一个哈，这是其实就是你们在野外，这照片可能就是有点色差，不是那么好。这一片跟它比起来就会有一点差别。然后林果榕的叶脉是非常非常白的，我说它中热是白的，然后它就比较不会。那林果榕，另外水桐木它的幼叶长出来是红色的，所以在野外如果还有嫩的叶子，它会更好分。那通常它的叶子的颜色也都会比较暗绿色，然后这个颜色会比较就是比较亮一点，也不能讲它亮，就是也是蛮深的，但是就是对比还蛮明显的，就是那个绿色，这个是黑黑的绿。这个是墨绿色的，就是那种好像是深绿的那种绿，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两个都是很常见，然后长得也很像，然后叶子也都差不多一样大的两个香科榕属的榕，就是叶子大的榕。好，然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茜草科。那茜草科非常好认哦，茜草科因为有口诀，叫做对生我托叶，就是把它背起来，就是我上分类课的时候都会直接跟学生讲，我说反正就是它的口诀对生有托叶，叶子对生有托叶，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桑科，就是茜草科的枝条的样子。那有时候呢，这个基部还稍微有点膨大，然后扁扁然后有点膨大，然后对生有托叶。那我刚才有介绍过托叶，托叶其实就是保护叶的构造。那大部分的植物呢，在叶子长出来的时候，托叶就会脱落，你就看不到了。但是这个植物呢，它会把托叶留着，就会附在它的枝条上面，所以它托叶，它的就等于是有托叶，就是它托叶是会保留下来，会叫托，在植物学上叫托叶宿存的，宿就是那个住宿的宿存，这会叫托叶宿存，所以它就是一个托叶宿存的种类，然后又是对生的，所以非常就只要看到。对生有托叶，你就不要猜，这个科应该是茜草科。然后茜草科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在花上面的。那这一个图片呢是三黄枝，就是栀子花，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叫栀子花。那它其实在分类上面认为是比较高等的植物，就是因为它的花瓣是合生的。所以它的花瓣这边，你一指会是合生，这不是裂开来的吗？它的合生这下面这个孔状是合生在一起的，所以它这边孔状是合生的，然后上面当然通常还是会裂，大部分的花都还是会裂，所以你们要看，如果你们要看说这个花瓣到底是合生的还是裂，一定要看到下面。那像杜鹃花是合生的还是裂的？大家应该看过杜鹃花吧？合生的，为什么？下面有筒状，对不对？然后掉在地上就是不是一片一片的花瓣，对不对？它是一个完整的，还看起来像一朵花。我都常常会说，如果杜鹃花它是离生的花，应该就不会有人拿来排字，对不对？
那排起来就很累。对，所以就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和声，所以和声不代表说不裂哦，它可能基部和声上面还是会裂开来，所以你们一定要看和声不和声，一定要看到下面。好，那这个茜草科啊，就是它也是和声的，它的花也是，就是花瓣也是和声的。那它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所谓的脂肪下位，一般啊，通常和声的花瓣，脂肪下位的比例非常的高。所谓的脂肪下位，就是它到时候会变成果实的这个部分，就是膨大生长成果实的这个部分，会在花瓣的下方，这个就是它的花瓣嘛。然后它有一个和声的花瓣的筒状，然后脂肪在这里，它以后就会发育成果实。那一般大部分和声的花的花瓣，就是都会在，就是它的花瓣通常都会，就是脂肪都会在下面。当然也不一定哦，这个不是绝对的，但是只是说比例比较高这样。那这个是茜草科的一个特征，好，这是它的科特征。好，那我们常常看到的茜草科呢，就其实很多。茜草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偏热带的树种，那有所谓的大树、乔木，有很多灌木。那我们今天，三王枝应该看不到，但是九节木跟水晶晶今天都会非常非常多的一次看到。那它们两个的差别呢？先讲这两个的差别。这两个差别呢，就是可以看它的脱叶。然后这个就是水晶晶。那有几个好像有出去外面认草的，就是认校园植物的，应该水晶晶那楼下就有一棵，所以应该还有点印象。水晶晶的话，就是它的脱叶呢，它的叶子对生，然后它脱叶就是一根尖尖的，就是太低了，就是叶子的枝条，然后它叶子对生嘛，对生的叶子。那它的脱叶呢就是这样子，像三角形这样尖尖的一个，就这样子。然后上面其实你仔细看还会看到有一个棱，就是这样，就是它的脱叶。这是水晶尖，一根尖尖，然后它的叶子呢，不是厚的，是软软的，是直直的。那九节木呢？九节木就是最边边的这个图，好像也没有很清楚。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面，就是约略可以看到这个长叶子的地方，好像有一个黑黑的东西。那它的脱叶呢比较大片，它枝条比较粗一点，那叶子呢是比较厚的。就是厚，然后还不到硬嘛，就是厚。然后它的脱叶是比较大片，然后黑黑的，整个这样子像一大片这样子包起来。好，它整个叶子呢的质感都比较厚，而且整个枝条也比较深绿。那它们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其实水晶晶会长到变成比较高大的树，然后树皮很红，它的树干是红的。那九节木它其实通常都是森林底下的小灌木，所以它不太会长到4公尺以上，就是大概在台北的话，大家看到2公尺，大概3公尺左右，就是虫这样，比较小的树，它是灌木。那枝条比较深绿色，这两个是差别。那九节木是就是台北市近郊原始森林中非常常见的灌层的树种，非常的多。然后富阳公园尤其多，几乎10棵林下的树就应该会有8棵都是它。所以你们今天下午出去的时候会看到成堆的九节木这样，应该就会认得它。好，那这是2个的差别。那另外这个呢，叫做就是栀子花或三芒枝。三芒枝的脱叶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子。然后它是比较没有形状比较像九节木，但是它没有那么黑啊，就是大概这样子。那它的叶子呢，的厚度它比较像九节木，但是它的叶形其实是大家看九节木的叶基这边稍微比较宽一点。那它是比较渐尖的，就是楔形的，比较没有那么圆。那它的叶子也是比较披针型，像九节木比较椭圆形这般。这2个差别。好，那这个是
比较常见的茜草科的乔木的灌木。哦，那另外的话还有这个小灌木哦。那我刚才讲那个灌木，好像还有小灌木，就是高度大概就是这样子大概1公尺左右。那一般像这个小灌木，我们在做木本调查的时候就不太会量到它，但是有例外的哦。那常见的这一个灌木，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基石树哦。那当然，就可能大家有印象就是鸡屎藤，哇，鸡屎藤也是茜草科。我这边没有放，但是它有对层有多叶哦。那鸡屎藤藤本，然后鸡屎树呢，跟鸡屎藤呢，它们唯一的特征就是就会被叫做鸡屎，就表示它都有臭臭的味道，对不对？是它们的唯一共同鸡屎藤和鸡屎树的一个特征，共同特征。那它们的样子长得差很多。那这个是一个圆叶鸡屎树的树的枝条样子，然后它也是对生的。我们这边没有特别放那个它的活叶啦。不过鸡屎树非常好认，因为它在森林底下呢，大概的长法就是，你就看到一棵树就这样长起来，就这样直挺挺的在森林小小的，大概这么矮，然后每个枝条就这样，它应该是对生的，所以对在一起长，就是画错了，就这样出来，然后每片叶子就排得很整齐，然后叶子通常都这样圆圆的，然后叶面亮亮的，然后明显的羽状斑。那开花的时候会有白色的小花，然后结果实的时候又更特别好认，因为它的果实是宝蓝色的，就是很亮的那种宝蓝色的形状。这个是鸡屎树。那鸡屎树其实很难认啊，如果要分种类的话，唯一比较好认就是这个圆叶鸡屎树，因为它的叶子特别圆，而且叶背都是毛。然后叶面不毛，然后叶背都是毛，就圆叶鸡屎树好认，其他的鸡屎树都非常难认。那还有很多种。大概有大概快10种吧，这个不太好认的鸡屎树，就是先知道是鸡屎树就好。那另外藤本的话，就是在我们今天上到富阳，就是富阳公园的时候会看到月经花，应该可以看得到。那月经花的话，这就是它的这个花哦，因为之所以叫月经花，就是它会有这个白色板这种特化的这个。的叶片是白色的，然后中间会有花，是黄色，就叫月经花。那月经花看到花就其实很好认。那如果没看到花的话，就是看它的这个枝条，它的其实整个质感都会跟水晶晶蛮像的，就是叶片是直直的。但是它的托叶呢，跟那个水晶晶不太一样，它的托叶是2叉，就是这样子2叉，这是月经花的托叶，所以就也还算蛮好认的啦。就是你看到叶子是直直的，然后因为藤本嘛，所以枝条上比较软一点，然后有看到2叉的那个托叶就是月经花。那另外风不动就是这个，我们叫做拎壁龙拎壁龙就是会贴在树皮上面。那这个树皮贴在树皮上面呢，就是因为它是对生，所以你会看到它其实长得还蛮整齐的。会贴成这样大概就是它了，所以应该也蛮好的，这是拎壁龙，就这样。好，所以那比较难的一个木本的类群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我先讲桑科榕树嘛，然后茜草科，这2个都是比较偏热带的树种，就是我们认为是比较热带环境的，就是低海拔常见的树种。那樟科的植物，就有一些是可以分布到高海拔，所以它其实也算是温带树种的一个大的类群。那樟科的植物在台湾是我们森林当中主要的一个组成，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多，跟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也比较难认啊。那不过就是你们可以先会认樟科，然后慢慢再来看其他的东西。那樟科的共同的特征呢，就是这张图就是表露无遗，就是可以看到樟科的特征呢，这是它的翻过来的叶背，然后这是它的叶面。那你看它叶面其实是比较亮的，
所以表示它叶面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角质层。那可是叶背呢，通常都会有毛，或者是很细致的网格。所谓的细致的网格就是有点难形容，因为就是这个图片也很难，没有拍的比较好的图片。它的很细的细小的脉，都可以用肉眼可以看到。那我们今天出去的话就也可以看到。然后一般常常也会有毛，所以就会白白的。所以叶背跟叶面其实颜色差别还蛮大的。这是一个特征。那另外的话就是，其实它通常都会有香味。就是你如果，不过台北市政府其实不太鼓励我们用这种方法教大家认。不过这次因为前几天台风把叶子打在地上很多，大家可以捡地上很多叶来闻。就是你把它揉一揉，会闻到它有每一种樟科的植物可能都有不同的味道。那大家都知道樟树嘛，就是樟树会有那个樟树的那个精油，所以它之所以那个精油，是本身它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精油的存在，就是醛类的一些分泌物。那这个就是它整个科大概通常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那它的花，我们刚刚有看到一张樟树的花，那它的花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漂亮，就是很多小花聚成一个大的花序，然后花背片薄薄的，然后通常是绿色或者是白色或红色。然后雄蕊一般是有1到4轮啊，可是一般其实大部分的第4轮都会不见，所以3轮而已。那有的可能更少，你现在2轮退化到1轮的也有，像3蕊楠，当然台北看不到，所以就算了。所以它雄蕊通常还蛮多的。那它的主要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雄蕊，它的花药呢是像开天窗一样，就是一个洞，然后把窗户往上推上去。它的是孔裂的一个雄蕊的花药。然后有机会大家如果看到樟树开花，可以稍微看一下，它不是裂成一条长线，纵裂开来打开来，它是一个像窗户状的形状。那就是像这样子。那这是樟科它的共同的特征。好，那在这边的话就要再讲一下，因为樟树你要认樟科的不同的属呢，它可以用它的脉来认。那这个脉里头呢，就有不同的样子。那像这个的话，就是你看它其实就是有个像风藤啊，就是一个脉出来好几条柱，不同，就是好像没有一个主要的中的特别粗的脉，它出来就是好几条不同的，好几条粗细大概差不多的脉。那像这个的话，就是一个主要的看到的脉都是从一个纵向的走向，不是说这是平行脉的一个走向。那这是一种。那还有另外的脉就是像这样，只是看到一条中的，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从中的分出来的2级的脉是还蛮明显的。那这种脉我们叫做羽状脉。那这个就是一个钝形，然后放射状的脉。所以脉型其实有各式各样，然后脉型在大部分的植物也都还蛮稳定的，所以大家就是现在也就可以开始就看植物，就可以慢慢的多注意一下它们的脉的样子。那樟科的脉型就是还蛮重要的，就是可以看。那樟科其实最主要的脉这个是比较难一点。我们先讲樟属跟那个樟属的脉型，我们会叫三出脉。三出脉其实就是像一般樟树的叶子这样一片，然后它叶理下来，这一条有一条中的。那所谓的三出脉，就是在叶子比较靠近基部的地方，会有脉这样出来。所以你看到它的叶子就会很明显，就看到3条脉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说这种叫三出脉。那我们其实很习惯叫樟科，叫做离基三出脉。为什么叫它离基呢？就是因为它的三出脉啊出来的时候，其实不是从叶的这个基部出来，是大概在上来一点点才出来。所以就会有人会将它就是叫做离开基部，叫离基三出脉。你会听到有人会很习惯这样讲。那樟树很好认的原因，是因为它三出脉出来之后，在
叶子的正面，就是上面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凸起来的，就是有凸起来的线点的痕迹。那你大概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有点尾尖啊，大家都知道那是樟树。好，那樟树的植物就是樟树是 cinnamon 那个樟树的植物啊，就是的叶子几乎都是离基山出麦，所以山出麦大概看到山出麦，大概就知道说它就是肉桂那个属的，就是樟树就是肉桂属。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樟科的麦的样子。好，那这边要介绍我们今天上山上会看到的2个属的植物，比较难度比较高一点。一个叫做樟科的南属，南属是真的，我们都常说南属真的很难。然后因为它其实南属还有用名叫做真南啊，不是那个真哦，是这个真。它其实真就是一般，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叫这个。其实它的你去看书上，它有时候讲南属或者讲真南属，就是真的很难。就是因为其实南属我们今天在台北近郊容易看到了2个种，一个叫做红南，一个叫香南。那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香兰，那它都是南属的植物。那南属的植物呢，就跟樟属的植物不一样，它的脉是羽状脉，就这样出来，没有很明显的3条，它是好几条，所以这是羽状脉。所以你看到羽状脉，然后叶背呢很粉白，那大概就是南属的植物。南属台湾也好几种哦，非常多，就是很麻烦，就是我们是南属的。那另外一个属，我们今天会在山上会看到叫做木姜子属，就是什么什么木姜子。那它的脉呢也是羽状脉，但是它的羽状脉的下面呢会有一些像，就比较短的垂直的小脉，用画的。因为我都会说它可能其实就像鱼骨头那样，就是它是一个长长的叶子，然后。木姜子呢？木姜子就有一条中的，这样下来。那我们在这个叶子叶柄的基部这边看到它的脉，在基部是这样子，就是垂直的，然后上面就会开始，就会看到这个。那我就说它基部这边会有鱼骨状的脉。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怎么把这里画一个，好像还特别有腰身哦，因为木姜子常常会，木姜子属的叶子也常常这里都会凹进去，这也是它的特征。大家可以看它这片叶子是这样画的，这边稍微凹进来，就是程度的大小不太一样，但多少都会这样子。然后如果你看到这种脉，就是叶子的基部这边有这种鱼骨头状的脉，就是木姜子属的。就可以分出来。那我们今天在山上会看到这个小梗木姜子，台北市近郊也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是木姜子属的，也是樟科的植物。好，这样还可以哦。好，那接下来呢，看木兰科。木兰科呢，我们其实今天讲这个科哦，在山上只不过为了一种植物。好，等下再说哪一种。好，那我刚才也有讲了，木兰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跟桑科榕属的植物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有环状的这个芽鳞的。那我就不再多说了，就是一个，它也有，但是呢，它不会有乳汁。那但是光有这个特征，就想说每次要认是不是桑科榕属，都要拔一片叶子下来，好像有点残忍哦。那再跟大家忘记写下去。会跟大家多讲一个特征，就是通常木兰科的植物的这些嫩芽的前端都会有褐色的毛。像我们刚刚看到桑科榕属，它前面是它的那个芽鳞是很白的，就是光滑的。但是这个木兰科会有金色或是黑褐色的毛，其实通常都亮亮的、很漂亮的。它会有这个毛，那你就可以大概如果看到那个褐色的毛，大概就可以猜它应该是木兰科的。那常见的木兰科的植物呢，就是有乌心石、玉兰花跟含笑花。我想这都大家玉兰花跟含笑花，可能大家很多人家里都有种。那乌心石也很常见，那主要因为是它的木头材质非常好，
所以它是阔叶树中少数还可以拿来做家具，然后还算蛮好的一个木头。所以这个现在造林，就林业界造林造的还蛮多的。那所有的乌心，就是乌心石这个属的，就是其实就是不止造乌心石啊。那我们今天下午会去那个富阳公园的，就是福州山公园的山的那个山林线上面，他们还种了很多兰屿乌心石，是兰屿来的乌心石。那乌心石，以前我们认，就是我的助教就是教我这么认，就是你看到很像榕树的家伙，可是呢它没有野枝，大概就是乌心石，就这样，就是长得很像那个正榕，这个榕树，所以它的叶子的形状，乌心石的叶子的形状就很像榕树，这个就是乌心石。大家这样看起来有没有觉得好像真的还跟榕树蛮像的？雾深哦，但是你看到它的花很漂亮哦，白色的哦，就知道它绝对不是榕树哦。这个就是乌心石哦。那乌心石有这样白色的花哦，然后另外的话，它的果实长出来之后就是像这样一串。好，那我应该有放到右边。好，那这个是乌心石。那这个你可以看到所有木兰科的植物啊。这是乌心石的花，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乌心石的花也很像月兰花？反正木兰科的花都长这副样子，哦，但是有一些叶子就是花瓣比较细，那有一些国外的品种的花瓣比较胖，像海鞘花那样子，就花瓣比较胖，但是也是白白的。那如果从中间看到中间里头的话，你看这是它的雄蕊，它的雄蕊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它的雌蕊，那雌蕊非常的特别哦。这个雌蕊，它的雌蕊不是像一般我们看到的雌蕊是下面胖胖的，然后一根长长的柱头。大家知道我讲的一般的雄蕊，雌蕊是长什么样子？就是这样子一颗，然后这边有一根长长的柱头，然后雄蕊就是在旁边这样。就一般我们看到的花是这样子的嘛，可是木兰科的雌蕊是一球，然后长得还反而比较像球果，那我们就不太称作这叫做雌蕊啊，或者子房，我们就称作它叫雌花期。它是在植物学上面有另外一个名字。那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它是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嘛。那等它成熟之后呢？就会变成这样子一串，所以这样子的一串呢，不是这一颗一朵花，它是整个一朵花，这样子一朵花长成这样一串。那我们认为这种就是一个不是比较低等原始的一个特征啊，就是它的雌蕊并不是愈合成一个脂肪的形态，光滑脂肪的形态，它是一个离生的那个一个的。脂肪比较像球果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是比较原始的特征。好，那所以说，其实木兰科它在植物学的意义上面，还有也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原始的代表。那木兰科还有另外一个物种，台湾没有，就是叫做鹅掌秋，它叶子很可爱，就是这样子，就更像一件衣服，长两只脚这样。那这个是它的叶子。那这个鹅掌秋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化石。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植物，所以这也就加深了植物学者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古老植物的一个原因，这额外的再提一下的。那如果大家去北美玩啊，或者是中国大陆、日本，他们都很喜欢种这个东西，因为这花很漂亮，然后那个叶子也很可爱。这是鹅掌秋，东方有一种，然后北美有一种这样。好，那这是玉兰花，花也是这样。下次看到玉兰花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雌蕊，就是一颗像球果那样的形状。它没有花萼，对，这也是一个我们认为原始的特征，就是一般如果植物如果要就是开始不断的演化嘛，演化的过程当中就会越来越复杂，所以就会特化出有花萼、花瓣不同的样子。那我们也认为比较原始的，就比较没有那么进化，所以就会认为它其实就是只有一种，没有很复杂的类型。
没有花萼，也没有分花萼跟花瓣，它就只有白色这样。所以这也是我们认为比较原始的一个状态。那就是它保护它的花的那个，应该是花的鳞片呐、对，就是一个花的一个花苞，应该可以说是苞片，但是不是萼片。它就等它花展开，它就会脱落。那一般的花萼其实会长在下面绿绿的，对，那个是花萼，所以它是那个就我们不称它花萼。那它本身玉兰花是无心石，这一类木兰科是没有花萼的，就全部都是白色的瓣，而且这个白色的数量还不一定，就是我也不知道它多少片，就是你们下次可以把，可能每一朵花的数量都不太一样。对，然后一般我们也认为说这种没有定数，然后数量比较多的是比较原始的一个特征。那如果你们再仔细啊，这真的太细了，仔细去看，它其实排列是螺旋状排列。那一般我们看到的花，其实它会一圈花萼，一圈花瓣，会分成内圈跟外圈，这个完全没办法分内圈跟外圈。那我们也认为这种没有分化成内圈外圈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特征。哦，这是一个概念啦，是这样。好，不要再多说。那就是玉兰花，大家可以看它的花，然后它的玉兰花很好分啊，乌心石的叶子其实大概就是榕树那个大小。那玉兰花很大，而且它的叶子上面的就是侧脉还蛮明显的，就是比较大的，然后颜色比较没有那么绿，没有那么深绿啦。好，那这个是木兰科。那后面这边的话，我们介绍几个，穿插几个比较令人混淆的树种，这个就是一个是苦楝，一个是栾树。那我们楼下也都有种。那其实我们看到花的时候都很清楚这是苦楝，因为它的花是白色，那个紫色，然后这个开花的时候是黄色的，就这样。可是如果我们只看它的叶子，就很难分。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大家就可以记起来就记起来，然后不记起来没有记起来就慢慢记。但是至少记得说叶子的羽状复叶呢，我们还可以分成所谓的基树羽状复叶跟偶树羽状复叶。那一般来讲呢，栾树的成熟的叶子是偶树状复叶。那所谓偶树叶还记得吗？就是上面没有多一片，就是两叉，就是羽叶的形状是两个这样。那基础状会就上面多一片，这是一个。那另外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它最小叶的那个，就是与复叶的小叶呢，大部分都是对生的，苦楝是对生的，那栾树是互生的。可是小时候栾树也会有基础状复叶，所以就是有时候很讨厌。但是这个小叶互生的状态就还蛮稳定的，所以你们可以用这个来分辨。那另外的话，树皮。栾树的树皮呢，是比较像一片一片裂的，就好像比较不规则哈，然后一片一片会有云片状的剥落。那苦楝的这个裂是比较长条形的裂吧。那我们今天也许会看到在山上，就是今天出去的时候也许会看到。好，那这是栾树跟苦楝的分法。好，那另外的话就是也是很常见的两个。常常被种来当绿米的树种，一个叫做月菊，一个叫素兰。那素兰的花呢是黄色，然后它的开口就是上面一个小小的孔状开口，就是黄色的花。如果看它开花就是没有问题。然后这是七里香月菊的花，就是一个像，就是一片白色，然后就是像一副就是柚子花的那个样子。因为它也是芸香科的，它两个是差不同的科哈。那它们两个都是复叶嘛，那这一片，这个就是月菊的叶子，来你们来比一下这两个叶子有什么不一样？对，那你们已经学会了，就是这个呢是互生，这个是对生的，没错。然后另外的话，它的这个叶柄呢，就比较不清楚，稍微有一点点翅膀，就是有点翅，然后叶子的形状也不太一样，这个好像感觉上前端比较钝。这个稍微有点违建，所以其实就是，其实下一次你就知道开花你也会分那七里香当然它其实是芸香科的啦，它那个应该叶子搓一搓会点味道。
我没有说过它，我不晓得它是不是你会的，是这样，就大概这样。好，那这个是越橘跟树懒。好，我们今天去布兰公园的时候，两个应该都会看到。好，好，那后面就开始讲，我们刚才看到都是灌木跟大部分都灌木跟乔木啦。好，那现在就要来看一下小草。那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讲这两个东西，因为讲的非常的讨厌哈。但是我今天也不会讲很多，因为我也不太会认。那我只能给你们一点点概念。那所谓的禾本跟莎草科，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地上那个草皮上面最常见的两种大类型的植物。那禾本科呢，指的那一类呢，就是它的茎呢，就是茎横杆是圆形中空的，像竹子那样。哦，那通常呢，它的叶子上面都会有，就是它的叶子上面都会有一些毛。哦，那莎草科呢，它的茎呢是三角形的，那横线面看起来都是三角形的。那它的叶片呢，通常都比较没有毛，就是亮亮的。哦，这是它们两个看起来的差别。哦，那禾本科呢，当然会有水生的，就完全可以泡水土的，但是它一般都可以比较适应干燥的环境。那莎草科常常都要是湿生，就是比较潮湿的环境可以看得到。哦，那这个是一个。那它们的花呢，都是一个，等一下，它们的花都是一个非常极致进化的花的一个状态，花的非常的小。那我们一般看到禾本科的花，就像稻子啊、稻壳啊，你可以看到就是像这样子一格一格一格，然后一大串好几朵花的那种，它花非常的小。那如果你们有机会就是把它采到的话，可以用放大镜来看一下。它这样子的一个花其实是一个花序，是一个好几朵花。把它放大来拆开来看的话，就是大概是这样，真的是一个，这是比较夸张的，把那个花梗加长的一个图啦。那事实上常常都这样短短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外面这边有两大片，就是这两大片。然后进来这边有一朵花，这边有一朵花，这边有一朵花。可以看到这是一朵花，这是一朵花，这是一朵花。所以它的花其实很小。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花序呢，再排列成，再把它排列起来，互生的排列中排成这样的一个花序，这就是一禾本科的花。那莎草科的花就比较简单一点，它就是这样子，是一朵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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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通常这样子这样一片就是这样子的一朵花。那花里头呢，就是外面一般也都会有，就是会有这种包片花被片，就是两片这样。它就是两片，然后里头的花就是有一个脂肪，上面就是一个雌蕊，然后通常禾本科跟莎草科都有3个雄蕊。那等它开花的时候呢，那个雄蕊就会像这个图就画，就会稍微雌蕊会跑出来，或者雄蕊会跑出来。哦，那这是禾本科跟莎草科的花基本的一个样子。OK， 好。对，这个通常我现在放的这个植物啊，这个是早熟禾，这还蛮常看到。它的花，它的这一个小穗上面是一朵花，可是稻米只有一朵花是有效的，所以它刚好这个就是会形成一个种子。但是这个就不止。对，那所以禾本科的，等一下我会讲，就是禾本科有一些类群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穗，其实花退化到只剩下一朵，还蛮多是这样的。那稻米也是其中一种。好，但是莎草科就没有这么复杂，莎草科就是几乎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就是一朵花一朵花一朵花。那有时候就是一个穗就单一一个穗，就一朵，应该说是一个植株。花梗出来就是单一个穗，那有时候就像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好几个穗这样。好，那这边这两个马唐属跟雀败属呢，都是禾本科中草地上非常常见的两个类别哦。那马唐
的这一个，大家也看到这一个单位哦，它这是它的一个花梗嘛。然后它如果来看的话，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这样子，这个的一根的一部分。哦，那它的整个花序出来一个穗状，然后再分这上面一个小穗、两个小穗、好几个小穗，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穗状的花序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那我们取这个里头的这个部分来看，那这个是一个小穗。那以马唐属这个植物呢，它这个小穗里头呢，就只剩下一朵花。因为它其他的花都退花，只差一个。哦，我忘了特别强调一件事情。莎草科跟禾本科的差别哦，你可以看到这个莎草科啊，它没有像禾本科外面还有这两片，就是这两片，就等于是说莎草科其实就是只有这个单位，然后扫掉这两片，它的这一个穗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比较复杂，因为它这个穗就是这一个。所以它有好几个穗又聚在一起这样。那禾本科的话，它外面通常都会有这两片，叫做外隐或是内隐，就是隐。然后这个它的花瓣相当于高等植物的花瓣，我们叫做浮。隐就是隐，然后浮。像是啊，好。这是相当于大概高等植物的花瓣。那以莎草科来讲，它就是只有腐没有隐，就是只有这个，就只有花瓣，没有多这两片的，所以它就这么简单的。那可是我们通常也都会叫它，不会叫它腐，也不会叫它隐啊，因为我们是叫它什么？叫鳞片嘛，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好，那这个马唐这个属的花，就是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小穗，它里头花就只退化到3多，所以你看到出来就只有这个，像那个出来这个红红的，这个是雌蕊，因为它的雌蕊是像刷子状毛毛的，大家可以看它这里画的，就是像毛毛的。好，那一般来讲，禾本科的花，你会先看到雄蕊出来，或是雌蕊出来，它们会不同时间，雄先熟或者是雌先熟。所以像这个时候，你就是看到它全部都是雌蕊跑出来。通常是雄会先熟，然后雌的才出来，一般是这样哦。好，那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看这个，就是这个黑黑的哦，就是它的雌蕊，然后这个是雄蕊，它已经熟了，但是已经裂掉，花瓣都散光。这个是羽花这种，所以马唐的话，马唐这个属的植物，其实基本上它的长法就是一个花梗出来，然后会有一长条，这个长条上面呢就会有一个一个的小穗，然后通常它生长的这个中间这个梗呢，就会像 S 型这样弯弯曲曲的，就是说它会长在一个有点难画，就这样弯弯曲曲的那个花梗上，然后这里就会塞一个小穗，这塞一个小穗，塞一个小穗，塞一个小穗，这样子的一个样子。然后它的一般它的小穗的形状都是长形的，就是长椭圆形，上面尖尖的这样。哦，那这个是马唐这个属的样子，花序的样子。禾本科真的没有办法用叶子，只看叶子来分属啊，所以一定要看到花才有办法分。这种就是大家觉得很难以分它的原因。好，那这个是马唐。那短隐马唐呢，比较好一点，是因为短隐马唐，我这边有放一张图哦，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短隐马唐，禾本科的叶子呢，上面这里会有片叶生嘛，然后它的叶柄不是像我们一般植物的像一个梗这样长出来，它是一个包在茎上的一片叶鞘，大家应该有概念。就这个叶鞘，那短隐马唐这个物种，它的叶鞘上面呢会有这种毛，就是会有生出来长长的毛，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稍微比较好认一点的特征。所以如果我们看到马唐的这个花序，然后看到叶鞘的这个长长的这个毛，大概就知道它是短隐马唐。那
事实上，短阴马堂会叫短阴马堂的原因呢，这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刚才有讲说，我们看到那个花絮，就是禾本科不是会有影嘛，外面会有影。那短阴马堂的影呢，有一片会不见，会退化掉，就是会变很小很小，然后两片包在两侧，另外这边这一侧的就会有另外一个影。然后短阴马堂就是因为这个另外这个影呢非常的短，比这个符还要小片，被称作短阴马堂。所以说其实禾本科就是如果真的要认，就是要拿结构型要放大镜来看才把它看。所以就是它的影很小。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我在解释就是早熟的那个物种的话，这个影很大，对不对？就是比符里面的这个好像还要大，但是不是每一个种都讲。那马堂就是这两片很小。好，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那另外一个属叫做雀败属，雀败属也算是好认的属，然后最常见的植物叫做凉鹅草。等一下我们后下一张就凉鹅草。那这边的话，我放的这个是毛花雀败，毛花雀败花也是很常见，然后它的穗小穗的样子，它也是一样，它里退化到底下一朵花，所以它的小穗里头也就一朵花。那你可以看到这小穗呢，圆圆的，就是马堂是长椭圆形的，它是圆圆的。那它的排列方式会非常的整齐，你看它的穗就这样一片一片这样贴着，非常的整齐。那你可以看到它大部分的雀败的这个小穗的这一片，这个也是符啊，也是符，因为它的影也退化了，这也是符。它的符上面会有一个蛮明显的种类，大部分的种类都有，除了凉鹅草，凉鹅草的这个种类看不太到。这个是，但是这个形状圆圆的还是会有，然后排列的非常的整齐这样，那就看起来就比这个整齐很多，它就叠在一起，它这个就是这个大概就是雀败，所以它的花序就是长这个样子。好，然后这边就有两个比较常见的雀败属的禾本科，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凉鹅草。凉鹅草其实就在草丛里头就会出来，然后两根，所以叫凉鹅草。那现在大家都知道说，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很长的，就是穗状排列的花的小穗的花序，就很复杂。那这一个一个都是一个小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凉鹅草的雌蕊现在长出来，这是它的雄蕊，黄黄的，它这个雌蕊出来是白色的，还蛮可爱的。那这个就是毛花雀败。这个很小这个大概只有这个的一半大而已。那稍微看不到中肋的，就是那个符上面的那个中肋。那这个的话，中肋就很明显。它这个穗也比较大，然后它的雌蕊是黑色的，雌蕊出来那个刷的是黑色。它这个是毛花雀败，就是这两个算是非常常见的禾本科的东西。好，那就记得。这个排列很整齐的这个穗呢，就是雀败属的，然后那个轴会弯弯曲曲的，然后这个是长长的，就是马堂。马堂有很多种好，就是大家先会认属就差不多，因为认属还算容易，那分到种就有点难了。那我们曾经发生过，就是把马堂属的同样的东西，然后拿给 B 教授问，然后再拿给 B 教授问，两个答案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其实真的很难，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挫折。那后面就是在讲一些莎草科的东西。那莎草科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像它这个就是一个它的花序然后是穗状排列的花序，它每一个你可以看到这边出来就是一朵一朵的小花，这一朵一朵的小花。然后整个很密集的生长在一起，然后在这样的一朵的穗再互相排列起来。那这个是莎草科的。那这个种类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叫香附子的东西。那它的样子跟我们刚刚看到那张，应该可以感觉到不太一样吧？这个的小穗呢，它是立体，是圆柱形的。那我们刚刚看到在介绍莎草科这个，它是扁扁的。
它是扁形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当然有名字啊，这也很常见，叫多柱扁沙，就是有点比较难一点哦。然后香附子更常见，就是长这个样子。那野外看到的话就是像这样子，咖啡色，然后圆柱形，然后这样长长密生的穗，这个是香附子。那莎草科还有一个可以分辨的特征，我这边有特别写出来，就是它有2大类，就是你可以看它的小穗排列样子不太一样，有时候会扁的，是圆的，那有是排成2列，这个其实排成2列，只是它排的比较就是形状比较圆一点，所以它整个这个小穗都是比较立体、比较圆柱形的。那有的会比较扁，也是排成2列，但是扁形的。那这个是一个特征。那另外的话，它还有比较细的特征，就是它的雌蕊的柱头。雌蕊，你刚才有讲说雌蕊的植物的雌蕊下面会有一个脂肪嘛，然后上面就会有一个花柱会长出来。然后所谓的柱头就是花柱的最顶端的地方。很多的植物都是我们叫做这个没有分叉，叫做点形，就是一点这个点的形状。那大部分的植物其实都会分叉。那一般来讲如果你看到上面分叉出来是3个的，就表示它下面这个脂肪也分成3个房间，一般都是这样。但是点状的就不一定，就是不晓得会是分几个。那常常都是这样。那以这个，所以你们今天出去如果看到花，也可以看一下这个雌蕊的上面其实会分叉。那以这一个香附子这个属，我们事实上它这个东西叫莎草属，然后这是水蜈蚣属，它们2个是不同属的。那以莎草属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柱头是分成3叉，大家可以看到就出来很长的，其实还蛮长的啦。这样出来这个是3叉。那有时候一个植株也会有变异，会有2叉到3叉，但是以3叉为主。那不过这个种类就是水蜈蚣，水蜈蚣也非常好认，因为我刚才说莎草科是3角茎嘛，然后水蜈蚣它的这个小花它的排列不是2列的穗状，它是像球状的，对。然后而且它常常在球状下面还会有这个，对，这叫做有人叫做先出叶啦，就是这个花序的下面会有这个长长的这个叶子，通常会有3片，我都可以看这样3片叶子，所以它非常好认，这是水蜈蚣。只要看到上面是球形的，它们的小花就排成球形的，然后上面有这个先出叶，这个就是水蜈蚣这个属的。那水蜈蚣这个属的话，最常见的种叫短叶水蜈蚣，就是现在看到这个。那它的柱头是2叉。OK， 所以就是大家就可以多认几个莎草科和吻科的东西。好，那好，再讲这个就好了，就讲蕨类没讲到，糟糕。好吧，蕨类到山上再说吧。好，那今天就这个是最后一个这个我们今天会到特养公园的这2种都会看到那一个是月桃，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月桃叫做乌来月桃或者叫大轮月桃。那它们2个如果有开花非常好认，因为月桃花是往下垂的，然后大轮月桃是挺上来。我没有把相片放反，它本来就是往上长的。那我们这时候去刚好它其实有一些已经在结果，可以看到大轮月桃的果实。那这2个差别。那另外的话，如果看植株的话大轮月桃的叶脉比较明显，然后叶子比较皱皱的，然后这个的话比较没有那么皱，就是还蛮好分的。好，蕨类的话呢，我们就稍微看一下一样蕨类其实因为能看叶子，所以你一定要会认回数，你提一下就好了。然后蕨类的话可以认叶脉。那这边的话呢，这个呢就是3种不同的叶脉的特征，这是最好分的这2边的，像这种窗格脉。那所谓的窗格脉就是像一格，然后中间会有一个游离的小脉，这是窗格脉。然后有大类的蕨类又是这个样子。然后另外还有这种2叉的脉，
好像关节炎就是这样，两叉的脉。那有时候还会有一个回脉，那这是关节炎的脉。那还有这种所谓的小毛厥脉，就是它是每个小叶是羽状脉。那羽状脉的基部呢，有时候有一些羽状脉基部是不会接在一起，是直接到叶缘。那小毛厥这个脉型比较小毛厥这一类的脉型比较特别，是它不会到叶的最前端这个叶缘，它在基部会接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三叉，有没有？像三叉。那我们就说这叫宾氏脉，像宾氏的那个 logo 一样。哦，对，所以小毛就如果这是另外一种比较特别的脉型。哦，那只要看到宾氏脉，大家就知道那是小毛厥。毛厥那个属的。那另外的话，绝对还要认的是孢子囊排列的样子。哦，那像这个东西，它的孢子囊排列在叶子的边缘。那我们今天出去的时候，你们也可以仔细看，就是可以把蕨类再看得细一点，这样就慢慢有机会可以分。哦，那像这个是碗蕨科的，就像一个碗，在叶子的边缘。那有些蕨类就会像长在叶子的中叶或者是脉上面，它这个 J 型的脉，它就有个包膜这种叶脉上长出来。那像这个就是那个蹄盖蕨这一类的脉的孢子囊，就会长在叶子的叶脉上面，叶子的边缘或是叶子的叶脉上面。哦，那有一些是没有包膜，就是叶子整个叶背全部都是孢子。哦，那这个是一个特征。那另外还有就是可以看，就是叶子有没有毛哦，就是蕨类有没有毛，有没有这个细细的毛。那蕨类的毛跟鳞片是不一样的哦。像这个啊，我们用肉眼看也觉得它是毛，这是笔董树的叶子的基部上面一根毛，可是事实上它是鳞片。我们仔细拿放大镜来看，会发现它是多细胞，也是片状的。哦，那在蕨类上面，我们讲这种基部的是多细胞片状的东西叫做鳞片。哦，这是你们如果看蕨类的书，这个一定要会分哦。那毛讲的就是像这个叶背上面这样子白色的细细一根一根的，那个才是毛。哦，那毛蕨这类的很多上面都有毛。哦，那有些蕨类是毛很多，鳞片很少；有些蕨类都是鳞片。那鳞片通常也都有点颜色。哦，就是毛的鳞片，大家要知道一下，就是有些附属物这样。好，那后面就是一些科，我们就出去在面再说吧。所以就是先提醒大家说，就是有这些东西一些特征可以看这样。好，那我们蕨类就整个带到这里，那就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哦。好，那就谢谢大家。